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胖叔，一个球迷，也是一个金融分析师。今天我们来聊钱能买来冠军吗？首先恭喜国足 U23杀入决赛，恭喜曼联主场获胜，也恭喜阿莫林成功解约，一夜之间成为千万富翁。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有朋友会说，你居然还调侃阿帅，曼联教练一换再换，问题在哪儿？不是一目了然吗？你怎么不跟风喷曼联管理层？什么发言讨喜，你心里没数吗？朋友们，感情破碎，渣男当然有责任，但不能因为对方是渣男，女方就一点责任都没有。谈恋爱才1年，3天2头威胁说要分手。今天说你不喜欢我，你可以换一个；明天说再等18个月，我俩就不用在一起了。家里放着前任一柜子的高档包包，非说不喜欢啊，这些都是好几千万买的啊，不要啊，非要买新的，好吗？买个3个新的包还不满意，非说要把11个包都换个才行。关键你来回来去就只会一种姿势。打狼队的时候，我们不过是要改个样，你就扭手扭脚。审查人员啊，胖叔这不是开黄腔啊，只是昨儿晚上我不过是要改个样，你就扭手扭脚的。出自《红楼梦》第23回，是连二爷抱怨凤姐啊，昨晚比赛的时候不配合。审查人员有问题不要来找我，请你去找曹雪芹老师。有朋友会说，你这不怪管理层，是要怪阿莫林哦。朋友们，曼联10多年了，教练也换了，管理层也换了，这不是男人的错，也不是女人的错，甚至都不是父权社会和结构性压迫的错，这是我们曼联球迷的错。是的，我们都有原罪，凭什么觉得自己有钱就一定要争冠呢？钱也许能买到功名利禄、天上人间，但是在我们纯粹的体育世界里，钱买不到冠军。等一下，先不上价值，我们仔细想一想，钱真的买不来冠军吗？今天我们来聊3个话题。第一，5大联赛哪个冠军算是买来的？第二，想买欧冠冠军一共该分几步？第三，5大联赛96个球队的成绩，多少是靠管理层买来的，多少是靠教练赢来的？第四，家庭主妇不得不去咖啡店打工，是丈夫的错、妻子的错，还是店长的错？首先澄清一个概念啊，我们讨论买到冠军，不是指电话门或者买通裁判这种暗箱操作，而是说球队利用巨大的财政优势，组成一个昂贵豪华的阵容，在联赛形成了统治地位。那我们先来问弹幕一个问题啊，要说起用超能力转化成统治力，最后在联赛一骑绝尘的，大家最先想到哪个联赛呢？3、2、1。没错啊，很多朋友会说法甲的大巴黎，自2012年大巴黎金主入驻，过去13年拿下了11个法甲冠军，建立了绝对的统治地位。那说到财政优势呢，大家都爱看转会费，今天咱们换个思路，看看球队的工资支出。那球员工资明细是不公开的，统计起来有难度。本期数据主要来自 Capology， 前15的豪门球队，胖叔跟德勤的报告和俱乐部的财表都进行了对照调整，努力做到最好。法甲24到25赛季的工资支出，大巴黎一骑绝尘，2.9亿。是第2名马赛9000万的3.2倍。我们且把这个支出第一比支出第2的系数叫做一家独大系数。那由于大巴黎超凡脱俗的舰队投入，联赛平均支出来到了5200万。巴黎的工资支出是联赛平均支出的5.6倍，因此过去10年呢，大巴黎总被扣上买冠军的帽子。法甲呢也被外国球迷戏称为 Farmers League。虽然巴黎25年欧冠终成正果，但还是无法改变本国联赛一家独大的事实。那当然啊，我们不能因为球队挥金如土就忽视球员和教练组的功劳。正如我们曼联球迷所熟知的，钱不是万能的，而这就是足球的魅力所在。比如16到17年的巴黎，支出是摩纳哥的2-3倍，也一样能丢冠。不过巴黎有钱任性，转手就把摩纳哥的头牌姆巴佩给撸走。如果说巴黎的13年11冠是绝对的统治力，那我们还有一位选手13年12冠，其中有震古烁今的11连冠。弹幕一起来告诉我他是谁？没错，就是德甲的拜仁。德甲的工资支出，拜仁也是一骑绝尘啊，但是没有巴黎绝。一家独大系数是多特的1.9倍。全联赛的平均支出是6200万，拜仁的支出是平均的3.8倍。那从数据来看呢，德甲整体没有法甲那么失衡，那这也是拜仁虽然连冠比巴黎还夸张，但我们球迷观感上德甲比法甲更平衡的一个原因。但拜仁因为巨大的财政优势取得的联赛统治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就在上轮联赛结束之后，德甲有6个球队净胜球为正，而拜仁的57个净胜球是另外5个球队净胜球的总和。那有朋友会说，你拜仁统治力这么高，2年前怎么还让勒沃库森拿个冠军呢？首先啊，药厂和龙哥该给的 respect 要给。其次，一个不走字儿的表，一天还有2次是准点的呢。14年了啊，其他球队再差也该有点奇迹了吧？
阿莫林在曼联14个月还拿了一次联赛连胜呢。有朋友会说，豪门投入碾压那都是老生常谈了，哪个联赛不是这样啊？我想问问弹幕啊，要说5大联赛里投入最扁平、竞争最激烈，大家会想到谁呢？没错，就是英超。英超一眼望去呢，投入分布紧凑了很多。那胖叔这里插一句嘴啊，利物浦能排到第一呢，一部分原因是英超冠军的奖金。那因此，如果我们单纯说啊，你看利物浦工资排第一，所以最后排名也拿了第一，那就是以果导因了啊。我们看的应该还是整体联赛的投入比例和分布。那我们还记得啊，德甲和法甲一家独大系数是 1.9 倍和 3.2 倍，而英超这里是 1.0 倍。1.9 倍放到英超呢，这是曼城红军和纽卡西汉姆的差距；3.2 倍是橙军和莱城富勒姆的差距。从投入来说，德甲相当于是让西汉姆和曼城争冠，法甲相当于是富勒姆和利物浦争冠。那13年拿个11冠、12冠，也许就不是那么意外。英超的平均工资是 1.24 亿，投入第一的红军对比平均投入呢是 2.0 倍，那相当于是德甲第一比第二的支出。财政投入的紧凑反映在比赛中呢，就是虐菜局少。比如英超垫底的5支球队，在上个比赛日5场保持不败，只丢2球，而且他们面对的对手是阿森纳、利物浦、热刺、纽卡和富勒姆。那不过虐菜局少不代表高端局多啊，势均力敌，有可能是神仙打架，也有可能是菜鸡互啄。只是竞技体育嘛，来回拉扯总比摧枯拉朽好看。但是在主队比赛的时候呢，我们球迷肯定还是爱看摧枯拉朽，只不过最好曼联不要是那个枯朽啊。还有西甲和意甲手动统计呢有点做不动了，我们弹幕就咱们投票选一个好不好？选一个做啊，想看西甲的扣1，想看意甲的扣2。看来还是西甲球迷多一点啊，那就对不起意甲球迷了。西甲皇马、巴萨齐头并进，一家独大系数是 1.0 倍，跟英超一样。但联赛的整体却并不像英超那么紧凑。如果说法甲、德甲是一家独大，那西甲就是集团垄断。前3名皇马、巴萨、马竞的平均工资投入比4、5、6名的平均投入是 3.3 倍。那我们且把这个比例系数叫做集团垄断系数，衡量前3名的领先地位。这个系数法甲是 2.8， 德甲是 2.1， 英超是 1.3。那西甲 3.3 倍的垄断系数呢，相当于是英超橙普比森林和莱城的差距。那胖叔没有逐年算西超的垄断系数啊，但上一次西甲冠军调出御三家之外呢，还是20多年前了。那弹幕还是有不少朋友想看意甲的，意甲是真的统计不动。咱们还是干一行爱一行啊！胖叔不少朋友也是意甲球迷，咱们看意甲啊！希望各位老公给胖叔的视频点赞、关注、转发，感谢你们的支持，爱你。意甲的紧凑程度直逼英超，但和英超呢还是有2点不同。一呢是平均工资，英超是 1.24 亿，意甲是5大联赛的倒数第2的5900万。大家都是同甘共苦均贫富，只是英超负责同甘，意甲负责共苦。第2点不同呢，就是意甲球队素养比较高，钱只要花到位，就会帮你守住底线。我们看工资投入前8，最终全排在了联赛的前8。相对最拉胯的就是工资支出第3的米兰，也只是掉到了第8。那我们不像英超前8，有些球队脸都不要了，一路俯冲下半区，花着豪门的工资挨着保级队的打。没错，说的就是你热刺啊！我们总结一下5大联赛啊，一家独大系数，英超、意甲、西甲都很接近，而我们德甲拜仁的工资支出比2、3名加起来还高，法甲就更绝。巴黎的工资比2、3、4、5 4个队加起来都高。集团垄断系数呢，英超和意甲还是很优秀的，西甲是差距最大的。贫富差距系数，英超最平均，意甲紧随其后，西甲第3，德甲第4，法甲最差。更多关于贫富差距系数的分析，欢迎一部胖叔前作。英超也算第1联赛。聊完个5大联赛，我们来聊聊欧冠。从2011到2025年，一共15年，有7个不同的欧冠冠军。有请弹幕猜猜看，这7个冠军在24到25赛季5大联赛96个球队里，工资排最低的排第几？3、2、1，答案是排第7啊！过去15年的欧冠冠军，恰好被现在工资前期的这7位皇马、拜仁、曼城、巴萨、巴黎、切尔西和利物浦瓜分。朋友们注意啊，这是一份24到25单赛季的工资排名，却能够解释过去15年的欧冠冠军，可见咱们欧冠也是要看钱的，而且集团的垄断性极高。那为防朋友们好奇胖叔算的准不准呢？咱们来看看德勤根据财表统计的总工资前期，也就是算上了教练、后勤、遣散费、签字费之类的啊。胖叔的榜单是只有球员的工资奖金，所以德勤的数字比胖叔的大不少，但前期和我们的排名是一模一样的，到了后面有一点点小出入，所以胖叔这个榜单还是靠得住的。当然啊，体育世界没有必然，
夜长就会梦多。很多朋友还记得04年波尔图对摩纳哥的欧冠决赛，两者可都不在今年这份名单上。只是自那以后的21次决赛，42个决赛席位全部我是说全部都在这份榜单的前18名。前18名里呢，有15个队瓜分了这42个决赛席位，只有第12名的维拉、13名的纽卡和17的西汉姆没有进过决赛。而这3位呢，都是受益英超商业化的后起之秀。那胖叔记得当年号称英超无弱旅，但是因为欧战疲软，被各路网友戏称为英曹。如今英超有没有弱旅，胖叔不知道，但至少没有穷旅。平均 1.2 亿的投入，可是很多联赛的2倍以上。纽卡维拉能不能在接下来的21年里进欧冠决赛，胖叔不知道，但很显然这个趋势不是其他联赛想看到的。也难怪皇马们忙着要组织超级联赛。那这21个冠军，除了10国米和07的米兰，其他都是支出前9的球队。而我们的米兰双雄，想当年应该也在比10榜单的前10只是胖叔精力有限，就不展开了。很显然，要拿欧冠冠军是要买门票的。刨除20年一遇的低概率事件，要想买一个欧冠冠军呢，一般要分3步走。第一步，保证工资支出在5大联赛前10。第二步，要持续投资和耐心等待。那具体要等多久呢？阿布03年买下了切尔西，花了5年买到了欧冠决赛的门票，花了9年才买到了大耳朵杯。阿联酋集团08年买下曼城，决赛门票花了13年，奖杯花了15年。卡塔尔集团12年买下巴黎，决赛门票花了8年，奖杯花了13年。可见当年入场还能快点。现在的足球世界投资过剩，新人入场投资周期至少要15到20年。那第3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你要保证自己能入围欧冠。分享一个冷知识在我们体育世界里，就算你投入再高，如果你不进欧冠，你也是拿不了欧冠冠军的。你说奇怪不奇怪？那有朋友会说，你这第3步不是废话吗？我工资都5大联赛前10个，怎么可能连欧冠都进不了呢？工资投入能多大程度的预测联赛排名呢？胖叔做了一个散点图，Y 轴是球队在24-25赛季的场均得分比如英超冠军利物浦38场拿了84分，场均就是 2.21 分。X 轴呢是球队24到25赛季工资投入对比本联赛平均投入的比值。那我们不能因为维拉和国米工资都是 1.5 亿，就觉得他俩的联赛场均得分都该差不多。国米的 1.5 亿是意甲均值的 2.3 倍，而维拉的 1.5 亿呢，只是英超均值的 1.2 倍。在这个图里，越靠右就是比你本联赛竞争对手花的更多，越靠上就是联赛的表现越好。那这条拟合曲线表明呢，的确有正相关，你比别人花的越多，你的表现就会越好。那么回答视频开始的问题球队的表现多少算是买来的，多少算是球员和教练组赢来的呢？那这个图也许可以提供一个思路。在这个曲线上头的，我们可以认为是表现超出投资预期。那比如利物浦拿着 150% 的工资，本来该买到 1.7 分左右的成绩，却交出了 2.2 分的答卷，这多出来的 0.5 分就是球员和教练挣来的。那曲线下头呢，就属于低于预期的。你比如曼联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就不展开了。希望喜欢胖叔视频的朋友为我点赞，一键3连。等本期视频点赞过5000，我们再回到这个图，聊一聊24到25赛季表现超常的10大教练。有朋友会说，我们裤子都脱了，你就不展开了？让大家把裤子穿好我们要上课。家庭主妇阿四站在咖啡店的招人启事前，忧心忡忡。店长出门问：“您好，请问您是要应聘吗？”我们的店长烫着一头卷发，温和憨厚，笑起来很像于谦老师，一看就是老艺术家了。那阿四犹豫了一下，怯生生的摆摆手。于老师笑笑说：“没关系，我们店的咖啡特别美味，进来再聊吧。”进了店里呢，于老师泡了咖啡，笑着说：“这家店倾注了我的骨血。不过呢，我老婆小潘回娘家了，客人又特别多，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希望你能考虑考虑。”那阿四看于老师不像坏人，答应回家和老公商量一下。晚上老公就表示很支持说出去打工也不错还能补贴家用那阿四就愁眉不展，问：“但是要孩子的事儿呢？”老公就有点尴尬，说：“那再等等吧。”阿四说：“哈亚库后西，哈亚库汉字写作速加速就是快点，后西就是想要，哈亚库后西就是我想要快点。那比如你喜欢的 UP 主半天不更新，你就可以留言说：“哈亚库，哈亚库。”听到阿四的催促，老公不耐烦地说：“怎么又说这个呀？我去洗澡了。”第二天阿四去咖啡店，于老师喜出望外。
阿四说：“我是第一次打工，怕给您添麻烦啊。”于老师摆摆手说：“哎呀，我们这行说学逗唱，你只要肯学，我什么都可以教你啊。”客人就陆续来了，服务员阿四呢就鼓起勇气去打招呼。客人说：“哎，你们这儿有什么特色的推荐吗？”阿四一愣啊，就陪笑道：“您请稍等。”回头就说：“天球。”于老师就连忙过来。阿四说：“特色推荐。”于老师就露出了职业的微笑，说：“我们这里为您推荐浓缩咖啡 espresso。”不是胖叔挑剔啊，演员演技都挺好的，你这本子是谁写的 ？espresso， 你见过哪家咖啡店你让店长推荐特色，他会推荐一个 espresso 的？你去美容店要特色推荐，他会推荐单碱吗？你去 KTV 包房要特色推荐，他会推荐矿泉水吗？就这种运营理念，我都怕于老师的店开不下去。我去我家楼下星巴克求推荐，店员不给我推荐个摩卡可可碎片星冰乐都算客气的了。那有一次店员倾情推荐手冲甄选，还问胖叔是喜欢果香多点的还是口感醇厚的。人家号称埃塞俄比亚还是肯尼亚哪儿的豆子啊，反正胖叔花了好几十，等了10几分钟，第一口下去，真的朋友们，我尿的都比这个好喝。要不是店员可爱，我第二天是绝对不可能再回去的。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课代表留一下番号，总结一下课程要点啊。第一，当你经营不善的时候呢，就需要优秀的看板娘。星巴克需要可爱店员，于老师需要阿四，曼联也需要逼哥和胖虎，看到他们的笑容，顾客也就不计较。第二，居安需要思危，强如拜仁11连冠也会马失前蹄，何况你我。即便我们对爱人的关爱，对孩子的陪伴是联赛平均投入的2倍、3倍，那还有4倍的黄萨、5倍的巴黎，百尺竿头还要更进一步，我们总能做到更好。你不做好，店长就要做好。第三，周6的 U23 就要决赛了。对于大赛的成败呢，别的球迷胖叔不知道，我们曼联球迷早就看开了。希望 U23 的小伙子们好运。胖叔04年看亚洲杯决赛，仿佛还是昨天，想不到一等就是22年，22年太久，哈亚库后西。感谢各位朋友对胖叔的支持，希望大家为我的视频点赞、关注、转发，爱你。